先前呢，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降噪玻璃这个产品，那我们实际以 UCAR 的公务车 Queracos 进行安装。那么呢，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进行实际的道路测试，要验证看看降噪玻璃究竟它的效果会是如何。在进行测试之前呢，我们先说明我们的测试方法。由于降噪玻璃它针对的是高频噪音的减少，所以我们呢挑选的是高速公路的路段。那考量到车流的稳定性呢，因此我们挑选的是国道1号的高架路段。那从汐止到五股这个区域进行测试，南下跟北上也都会进行测试。测量噪音的仪器呢，我们使用 SoundCam Ultra 声学相机。这个装置呢，在之前 UCAR 文章呢进行过介绍，它可以锁定特定的声频，并且将噪音呢透过视觉的方式呈现出来。同时，系统之内呢也会记录下噪音值。那这个仪器呢，目前获得多个车厂以及国际大厂的采用。相信准确度呢会比传统的设备来得更高。测试的时候呢，车内的各种设定会保持一致，包括定速100公里、关闭冷气、关闭所有的影音设备、行驶在最外侧的车道、人员保持静默等等。那透过仪器收集数据之后呢，事后我们再进行分析。整个测试的时间呢会在1个工作天内完成，也就是1天测完升级之前跟升级之后的玻璃的数据。我们会在上午呢进行原厂玻璃的测试，那中午呢进行玻璃的更换，下午进行升级过后降噪玻璃的测试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可以尽量减低气候因素所造成的影响。经过测试之后呢，我们从装置上取得了统计的数据，那显示呢，在升级之后，不管在南下或北上，升级前后的差距呢，其实有3到4个 dB 左右的差距。那这个结果呢，是将噪音声频锁定在2000到8000赫兹的范围。测试的过程中呢，除了机器收集的客观的数据，当然我们坐在车上也会实际的感受。那我们的感受呢，是升级之后呢，你的确那种车辆行驶的那种高频的咻咻声会减少非常的多。那即使遇到侧风呢，感受上也会比较小声一点。那当然，不过从轮胎以及轮拱传来的低频噪音上呢，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存在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对高频噪音比较有感的人，相信换上降噪玻璃之后呢，你会有感觉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。以上的测试内容呢，是在 Queracos 全原厂状态下所进行的。不过我们相信呢，讲求舒适以及隔音性的族群呢，有一部分是音响玩家。因此呢，我们特别加码将公务车 Queracos 进行底盘减噪的工程，再搭配原厂以及降噪玻璃来进行测试，看看在隔音性上会不会有更上一层楼的表现。首先呢，我们寻求专业汽车音响店家的协助，针对公务车 Queracos 在前后轮拱、后箱以及车门这些位置进行降噪处理。那我们的方法呢，是贴上隔音棉以及支震垫这些东西。在施工之后呢，的确可以降低相当程度的中低音频的噪音。在将 Queracos 的底盘进行减噪处理之后呢 ，UCAR 重新再做了一次的一模一样的测试。测试的方法和流程都和第一次相同，在一样的路段、人员、仪器的设定下进行测试。2次测试呢都是晴天，车流差距不大。好的，那么结束测试之后呢，网友可以参考一下荧幕上的结果。那么在南下跟北上路段呢，其实原厂玻璃和降噪玻璃都有一定相当程度的差距。那么这个结果呢，也是在噪音音频锁定在2000到8000赫兹的范围之内。这边要提醒一下网友，因为受到5月疫情的影响，在2次的测试呢隔了比较久的时间，因此呢，我们不建议将数据进行直接的比较。不过你可以发现，在原厂以及降噪玻璃的数据之下呢，降噪玻璃都可以相当程度减低车内的高频噪音。虽然从数据上来看呢，差距大概就在2到4个 dB 的范围内，看起来好像不大。不过声音在能量上的分类呢，10个 dB 能量就大了10倍，所以在数据上呢，其实它是差距还蛮大的。尤其你对高频的噪音特别敏感、不会忍受的话呢，那么你主观上的感受会更加的明显。事实上呢，林上先前委托国际级的汽车实验室来针对降噪玻璃进行测试。那么测试的数据呢显示，降噪玻璃可以减低 2.4 dB， 最多有到4 dB 的效果。那么这是在高频的音段。那当然 ，UCAR 要做的测试并不是去验证或是推翻实验室的数据，而是在实验室之外，以一个更贴近生活的场域来进行测试。那么从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呢，降噪玻璃也的确有它一定的效果。降噪玻璃除了舒适的效果呢，它在安全性上有表现，
因为降噪玻璃它在结构上属于胶合玻璃，所以它比一般的强化玻璃更抗穿刺。也就是说呢，当你外物碰撞到玻璃的时候呢，降噪玻璃可以有更高的抗穿刺能力。就算被穿刺呢，降噪玻璃的碎片也不会到处飞溅，可以一定程度的保护车内的人员安全。总结来说呢，如果你对高频噪音比较敏感，或是你的爱车已经进行了底盘、车门这些减噪工程，却还是不满意它的舒适性效果，想要更上一层楼的表现呢，那么这时候选择降噪玻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之后如果有机会呢，Yuka还针对更多不同种类的汽车玻璃进行更多元的测试计划，有兴趣的网友千万不能错过哦。